我的系统是个甲方，前13年逼我做第一线内助，帮男主打天下，后13年让我当做天作地的第一毒妇，祸乱王朝。做毒妇很简单，你只要让别人痛苦就可以。看着被我一把屎一把尿喂大的王朝，我实在于心不忍，但奈何甲方命令难违，我只好传令天下。自今日起，微积分变成天下太学的必修，每年年末跑3000米，不合格者挂科重修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皇后娘娘万福金安。凤宁宫里落座了10来位风姿各异的美人，我高居主位，顶着俩黑眼圈，满脸怨气。我是千古第一贤后，有从龙之功。自14岁起，我就跟着当朝皇帝裴爵谋皇位，镇涝灾，救10亿，平匪患，战四方，桩桩件件皆是传奇。这大商的疆土与百姓都有我一份功劳。但昨晚丑时3刻，我正仰躺在凤宁宫的大床上，回忆这13年的峥嵘岁月，叮一个不和谐的机械音打断了我的 emo。宿主，这是按照剧情发展的，现在的您要摇身一变做毒妇，以皇后的身份祸乱朝纲，使民不聊生，为100年后的大商内忧外患埋下祸根。已经劝了我3天的系统又开始给我洗脑，其实我还是个穿书的，并且是有系统的那种穿书女。不过我穿来的时间是不巧的，小说里的男女主的故事发生在100多年后，是正值国家危亡之际的爱情，而我是负责开国的皇后，也是小说里被反复鞭尸的那个深宫毒妇。事实上我并没有看过这本书，一切的剧情发展只能靠系统给我口述，可我是个背景板角色，全书相关不过100字。好消息是我的自由发挥空间很大，坏消息是这脑残的人设转变没有任何逻辑。这剧情是用腰子写的。我一个心怀天下的奇女子，你让我突然鬼上身变成毒妇吗？我痛心疾首，怒斥系统，系统加载了一会儿，甩给我一个惊雷。书里设定原主性情大变，是因为得到权位后就想得到皇帝的心。3个月后，皇帝裴爵的白月光就进宫了，你就因爱生妒，变成毒妇。我猛地捶了一下床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哪个作者用屁股写的？这大伤是我和小瘸子一刀刀砍出来的，这是我的心肝宝贝，挚爱亲朋啊。系统的机械音也叹了口气，他无奈地发出最后警告：宿主，如果不按照要求走，这个世界会坍塌的，你就回不了现实，拿不了酬劳，养不了老了。其实做毒妇也不难，我们的判定标准是你让别人产生了多少负面情绪和痛苦值，而且你活着的时候大商也灭不了，100年之后才亡国呢，骂你也听不见。一边是我待了27年的大商，一边是未来的养老保险，我悠悠叹气。皇后娘娘昨夜是没有休息好吗？看起来略有些憔悴啊。坐在众妃之首的德妃看我正在发呆，颇为体贴地问了我一句。我把自己从昨晚那段离谱的回忆中抽离，挂起温和而虚假的微笑。是啊，本宫昨晚翻到一本闲书，上面记录了一道小题，颇为有趣，便想了半夜。我身边出现的2个宫女，一人端着几张笺纸，一人端着一小盘银锭子。本宫总觉得这宫内日子乏味清苦，怕会闷坏了诸位妹妹，于是想着不如让大家一起玩玩。裴爵登基也才3年，正是休养民生、崇尚节俭的时候。后宫的妃嫔们也没多宽裕，这一小盘钱，谁看谁眼馋。你们回去慢慢研究，谁第一个想出答案来，谁就得赏，记住，一定要过程详实哦。我笑得满脸明媚，众嫔妃面面相觑。他们都以为是什么花灯谜语天赐造句的问题，个个瞪大了眼睛看我发下去的信纸。纸上写着：今有雉兔同笼，上有35头，下有94足，问雉兔各几何？啊，这怎么还有把兔子与鸡关进一个笼里的农户？将门出身的御婕妤第一个疑惑出声，大臣重文、礼数之类的并不算主流，这些深闺女子更是接触不到。这世界上有什么比研究数学更痛苦的呢？慢慢想，这题答完了，本宫还有一边挑水一边倒水的疯狂御花园4王8尺大太监呢。研究数学痛苦他们的脑子与精神，自己研究失败固然痛苦，同宫姐妹得赏才更令人揪心，这根本难不倒本宫。宿主，你这种行为，系统在我脑子里结结巴巴，不知如何吐槽。
我邪魅一笑，嘴角歪成45度。你自己说的，成为毒妇第一步，先从折磨后宫嫔妃开始，你看他们痛不痛苦就完事儿了。在良心与钱面前，我最后艰难地选择了赚良心钱。系统发出了 CPU 过载的交香。娘娘，不好了，随春宫的白昭仪哭天抹泪的要撞墙了。立志成为千古第一毒妇第10天，我正在凤鸣宫里吃着点心，身边的传世太监急匆匆地来跪我。我一挑眉，问道：这是怎么了？太监跪地不敢抬头，声泪俱下。白昭仪说她写不出日报来，格式不对，内容不对，无物可写，生不如死啊！我嘿嘿一笑，听到系统说后宫痛苦值又涨了10点。一个贤后必然要让后宫一切事务都井井有条，所以我这3年来对后宫治理可谓亲力亲为，累得要死，非常痛苦。一个毒妇必然要所有人都不得安生，我打算让人人都当皇后。为了完成系统的任务，我不顾那些被鸡和兔子折磨的憔悴的美人哀嚎，在又一次的问安中苦口婆心地说：本宫年纪大了，不中用了，但后宫琐事繁多。我长叹一口气，面色感慨，所以从今天开始，各公主位就要受累了。每人每日写上一份日结给各公主位，各公主位呢就受累把这些合成周节交付本宫。啊，皇后娘娘，臣妾不识字啊。位分较低的一名美人忽然发声，我慈爱地看着她。没关系，不会可以学，怎么写，什么格式，本宫都会告诉你们的。我叫来了被我悉心调教过的掌事姑姑，手里拿着一张写满端正字迹的纸。这就是2号方正小标送简体标题，3号方正仿送正文，段落间距固定值28磅的标准日结周节格式，各位妹妹好好传阅一下，字呢不要出错。还有，安美人你不许写狂草。我看着一群美人面因为我那标准又格式的例文皱起，嘴角越发舒展。最后要注意，内容太水，退回，格式不对，退回。好了，各位妹妹散了吧。我无奈摆驾随春殿，还没踏进去，白昭仪那呜呜咽咽的哭声就传了出来。还要我怎么写啊？这格式不对就退了我3次。呜呜，我这小宫里有什么是值得写啊？这日结每天不能少于300字。我就是把咱们宫里的大黄追着小咪的屁股填写上也凑不够数啊。我站在宫门外，听着白昭仪哭诉十分悦耳，这种痛苦十分纯粹。皇后娘娘道。我身边的太监一喊，白昭仪的哭声就停下了。已经熬出黑眼圈的美人可怜兮兮地跪在地上看着我。臣妾愚钝，实在是写不出来这东西啊，还请娘娘责罚。我连忙扶住了白昭仪的胳膊，怜惜地给她擦了擦眼泪。这人脑子如同柴刀，越用越不爱长锈。随春殿你便是主子，你手下的太监宫女是否可心，也靠着你来让本宫知晓。吃穿用度哪儿不舒心了，都靠你来告诉本宫了。咱们入了宫墙便是姐妹，统管的是一家事，你们便全是本宫的臂膀。如是没了你们，本宫可谓寸步难行啊。白昭仪扶着我的手，眼睛亮晶晶的，不敢置信地问我：皇后娘娘，原来这些日报周报的竟然如此重要？我摸着白嫔那因为写日报而染上墨水的小手，浅笑道：自然，还是年轻的好哄，突了2句就上道了。好了，不哭了，你宫里的福宝林的每日日报还得你整理呢，到时候写成周报再给本宫哦。我眼神里的关怀宛如实质化，给了白昭仪一个大嘴巴。看着刚刚燃起生的希望的白昭仪瞬间枯萎，我不由得感到了心碎。还有啊，那道鸡兔同笼可研究明白了。听闻齐兰宫的月美人已经算出有多少只鸭子了。白昭仪愣愣地看着，顶满珠翠的脑袋阵阵发热。鸭子。系统在我耳边轻声说，痛苦值还在持续增长。我还没来得及的庆贺，又有一个小太监跑了进来。娘娘，大事不好了，德妃娘娘让全部宫女太监装兔子和鸡，人不够她数晕了，人正趴在床上哭呢。我两眼一亮，大手一挥，让白美人继续去研究日报，领着工人浩浩荡荡的就冲进了德妃的荣禧宫。好妹妹别哭了，你今儿的日报和周报可还没写呢。痛苦要延续全国的，你不能只盯着后宫的妃嫔们薅，你还要闪守朝政，祸害太学院，让天下学子苦不堪言。我正在翻看各宫嫔妃们字字泣谢的报告，
最后潦草地写下来了个月。系统给我派发了新的任务，书里的原主把手伸到了天下学子身上，搞文字狱，焚邪书。知道了，我会让他们痛不欲生的。丢完最后一本报告，我招呼工人送来了新的茶点。皇上驾到，今日是15，裴爵要来凤宁宫过夜。首先声明一点，我与当今的皇帝清清白白，绝无男女私情。我是他大哥，他是我老妹儿，纯革命友谊。我是胎川川叔，裴爵就是我隔壁院的发小，而裴爵还有个白月光叫李乐柔，我们仨算是一起长大的。但是李乐柔不喜欢跟我玩，主要是我用泥巴和树叶包饺子，李乐柔从来不吃，但裴爵比较傻，他真的啃。后来前朝皇帝太傻波一，给我们3家连着抄了。李乐柔被家仆护着逃去南疆，我跟裴爵被流放去大雪地里挖了半年土豆。如今我俩夺了江山，李乐柔一被找到就可以回宫与裴爵再续前缘了。若儿姐，你是不是太清闲了？工人退下后，裴爵一屁股坐在我边上，抢走了我的糕点。当初仗着发小的身份，我花了20多年来驯化裴爵，让我们的兄弟情赛比青天，也让他这个本来该封建顽固的开国新帝也变得非常圆滑。不清闲，我最近反思了一下，为了避免重蹈前朝覆辙，天下的风气要改了。我对着点心盘呸了一下，看到裴爵那恶心但不敢说的表情，满意的拍拍手。裴爵吃着自己仅有的一块点心，眼睛瞬间发亮。前些年我有系统在手，一直是狗头军师的戏份，不过那也是系统给我的金手指，能让我未卜先知。封后之后，系统说前置任务结束，就把我的金手指收走了，可是裴爵不知道啊。好，我还以为你真的要做甩手掌柜了，你说来听听。看我摆烂3年，而自己累成老牛的裴爵兴奋极了。你看，前朝遗风是重文轻武，现在民间也崇尚这些。但是一个强盛的国家必然要有健康的百姓。我伸出一根手指晃在裴爵眼前，加强体育锻炼，增强人民体质，文明世人精神，野蛮百姓体魄。裴爵盯着我的手指，忽然拍手，好，这2句也是好诗，用词朴实朗朗上口，激励人心。我把手放下了，想着弑君这事儿也挺毒妇的。士农工商，世人尊敬读书人，那我们就要让读书人先运动。先动带动后动，京城的太学府是天下私塾的表率，那么从今天开始，我一挥袖袍，豪气万丈。京城太学府学子每日晨跑，要喊口号，列方阵，增加气势，增加自信。年末要跑1000米，跑不过重修。裴爵微微张开嘴，脸色变得有点扭曲。那女学呢？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2条腿，回忆起了什么不好的东西，一种无力感伴随着我鞋带开了的魔音回荡在我脑中。系统在我耳边小声地说，你是毒妇，你没有人性。女学的学生们跑800米吧。李乐柔被裴爵找回来了，作为皇帝青梅竹马的白月光，位分自然是高的。你要是还不放心，让她当皇后也行。看着裴爵那个少男怀春的样子，我深深地叹了口气。裴爵惊诧地看着我，那怎么行？你怎么办？我耸了耸肩，李不能同意的话，封我为太后吧。裴爵傻眼了，他想骂大胆，但是他不敢。最后我俩研究了3天，决定让李乐柔做贵妃，直接空降。多年不见，李乐柔在南疆这些年过得并不是很好，人更加纤弱了几分。见过皇后娘娘。凤宁宫，众嫔妃看着空降的高级领导皇贵妃，眼中没有嫉妒，只有被每天的日报还有数学题折磨的癫狂。看啊，又有一个可怜的女人要和我们一起来这个后宫受折磨了。3个月里，我给众人看了变态老农、傲娇小民、有病的甲乙包工头，还有疯狂的王八池大太监。赐座吧，入了宫以后便是姐妹了，这宫里的规矩可是要好好学学的。我笑得非常慈爱，李乐柔不解地看着我。我了解她的性子，是个敏感的大家闺秀，估计现在正在内心恐惧着我们这些后妃会不会斗死她。臣妾惶恐。李乐柔怕自己失礼，那摇摇欲坠的感觉宛如小白花，一吹就散。玉洁瑜还在心里想着王八池的小太监，看李乐柔的样子，啧了一声。惶恐什么？
不过是每日要写300字的2号方正小标送简体标题，3号方正仿诵正文，段落间距固定值28磅的日报。啊！李乐柔愣住了。德飞是李乐柔入宫前的重飞之首，被我安排了负责统计各宫的主谓周报和账目的活。现在李乐柔入宫了，她都笑出鱼尾纹了。是啊，贵妃娘娘身份尊贵，这日后的周报、日报还有账目，也要辛苦娘娘了。李乐柔本来怀揣着一颗宫斗的心而来，却抱着满怀的还没审批的文件报告离开了。其中还有我给她的凤宁宫每月大脑保健益智小问答。送走众妃嫔后，我叫出了系统，询问天下学子的痛苦值如何。挺痛苦的，一边跑一边骂呢。我拖着下巴，开始思考新的毒计。系统，按照原来的剧情，大商是怎么乱的？系统加载了一会儿。大商重文轻武，民间思想僵化麻木，又逢洪灾，天下大乱，外国趁虚而入，内忧外患。我忍不住看向凤宁宫的4手茶桌，想起了跟着裴爵打江山的10年。他可以是个好皇帝，我的原身本也可以是个好皇后。100年后的男女主或许也不用在那样的颓败中相遇。我所见过的大商黎民也都是活生生的人，他们原本也不该被毒妇剧情裹挟，天下不该变得民不聊生。宿主，你又想做什么？不按照人设让世人痛苦的话，你的任务就完不成了。系统怕我叛变，大声尖叫。我摸了摸下巴，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。一个优秀的玩家就应该学会如何卡有趣的 bug。你只是要他们痛苦，但是你没要求我怎么做，我也控制不了他们经历痛苦后会变成什么样，对吧？系统闷闷地嗯了一声。我走到书案前，准备给裴爵写一封奏书。我回忆起了自己在现实世界里考了4次的某种外语考试。真正的强者是要海纳百川的，要采百家之长。大商外史甚多，贸易昌盛，所以太学府学子毕业时掌握4门他国语言，不过分吧？看过我的奏书的裴爵有些为难地揉了揉额角。上次要求太学院的学生晨跑，那些老臣就已经很不满了，现在又要学蛮族语言，实在是……我拿出了另一封奏书，安抚地拍了拍裴爵的肩膀。内务府新递上来了皇商的单子，有几个很适合与别国干生意。既然要做生意，便要有通晓他国语言的自己人才好。我们广纳贤士，不管是否出身商籍，有了官职诱惑，就会有人挤破头的想去学，想学的人多了，就会有先生愿意教。皇后娘娘，这是您上次给的题，臣妾已经解出来了。这几日我跟着裴爵准备为天下太学大改革，忙得有些头晕，好不容易偷了会闲工夫，李乐柔却来找了我。不仅找我，还把我发出去的几份益智数学题全部解了出来，过程详细，逻辑清晰，看得我都精神一振。你还有什么惊喜是本宫不知道的？李乐柔银一礼，谦逊地说，臣妾在南疆那些年实在无聊，便痴迷上了这些算经，只为打发时间罢了。打发时间做数学？我心里一阵恶寒，总觉得李乐柔身上散发着一股危险的气息。南疆，乐柔，你会下蛊吗？李乐柔一双美目瞪圆，那不好言说的眼神里情绪复杂，像极了小时候我教裴爵去粪坑里点火造炸弹时，小李乐柔那个想骂我又不好开口的神色。娘娘，臣妾不会。我了然的点点头，放弃了新的想法，在脑子里和系统争吵了一番，让他帮我搜到了一本数学一点通，提笔就开始往纸上抄。乐柔啊，裴爵这孩子满心都是正事，后宫几乎不怎么来，也就去你那边歇歇。这其他姐妹甚是无聊，你能好好研究一下这个东西，回头我把凤宁宫的陈安变成数学课。李乐柔拿着手里我抄完的数学一点通，又一次露出了费解的神情。皇后娘娘，这些东西都是些旁门左道，我在南疆时都是些工匠之类的人才。唉，此言差矣，这怎么是旁门左道呢？皇城是天下人的风向标，咱们这些皇宫里的人更是标杆，只有我们先做起，才能大商子民，开化民智，让大商蓬勃发展啊！我推搡着李乐柔回自己的揽月宫里去研究数学，又让身边的贴身宫女去备点何首乌，万一李乐柔秃头了，我得补救才行。多备点吧，以后不止他秃。我慈悲地想着。不，裴爵，是你不了解人性，
为何百姓觉得唯有读书人是最好的？因为读书了才能考科举。考科举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谋取个一官半职，光宗耀祖。现在我们开设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官职，要他们兴修水利，钻研畜牧，钻研如何种出更多的粮食，这样才不浪费民间的人才啊。这些小官职虽然听上去籍籍无名，但你知道这对那些参加不了科举的商户之子，那些读不懂文书却有才能的人是多么大诱惑吗？又是上书房，裴爵把这几日朝臣的反对折子塞到了我面前。裴爵也不是傻子，他也知道一个国家兴旺的根本不能是只靠那些酸腐的文章堆砌的，大商需要有大量的实干人才，让百姓丰衣足食，能规避天灾人祸。我双手拍在案上，说的义愤填膺。裴爵看着我，一双好看的眼睛里思绪万千。哎，若儿姐，有时候真想把这个皇位让给你做了。我暴毙冷笑，心里暗戳戳的吐槽，你当我不想吗？拿着皇后的身份，每次做些什么都要转经棘手才能实现。可惜系统给我的身份卡只能是皇后，我要是篡位了，这个世界又要它了。我做，然后你带着乐柔私奔去。你想得美。我戳破了他的幻想。裴爵听到乐柔二字后更是失落，算了吧，他现在天天研究算经，我去揽月宫他看都不看我一眼。李乐柔可能是个数学天才，在我教给他数学一点通，教学全后宫的任务后，他竟然意犹未尽地来问我还有没有别的算术书。然后我让系统帮我搜刮了一本经典奥数，配合上一些冷门教材，李乐柔美滋滋地回了揽月宫。恐怖，十分的恐怖，这个女人才是痛苦的根源。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系统还嘲笑我，她幸福指数可高了，不过自从你开始让众嫔妃上数学课，她们是越来越像女鬼了，你多恶毒啊！现在看裴爵这个可怜模样，我作为他好大哥实在是于心不忍。裴爵，乐柔有自己喜欢的东西是一件好事儿，你与其烦心他因为庞氏冷落你，不如想想如何让他的才学有所建树。乐柔也不想只做你身上的无根藤。我说的满腔深情，裴爵忍不住吸了吸鼻子，然后郑重地点了点头。回凤宁宫的路上，系统一边查阅痛苦积分，一边不解地问我，你给天下人谋求了一个新的入世道路，他们怎么会痛苦呢？我冷哼了一声，你还是太年轻了。因为是新的入世之路，那些原本没希望靠着卷科举当官的人家，就会拼命地把孩子往这些路上送。他们会试错，会不断尝试这根独木桥，直到真的摔下来才会放弃。但总有些靠着这条路一鸣惊人的人，自己失败固然可惜，但和自己情况相似的人成功了，才更加揪心。焦虑、嫉妒、失望、悔恨，你就说是不是负面情绪吧？系统哔哔了2声，放弃了钻研我的想法。而不一会儿后，他又叫了起来：皇帝裴爵开始飙升痛苦值了。这个时间，他不是去揽月宫找自己的白月光了吗？我远远地眺望了一番揽月宫的方向。哎，大概是为了能和李乐柔有共同语言，去请教数学题了吧。收回了吃瓜的目光后，我摊开了桌上的宣纸，一步步列出余下的计划：全国普及外语，全民增强体质，广纳奇人贤才，治理江南水患，震慑北疆外敌，早日成为太后，包养8个美男。这是我做毒妇的第10年。娘娘，柔贵妃教2皇子数学气晕了，您快去看看吧。我本吃着我最爱的小糕点，听着系统跟我说最新的天下人痛苦数值。揽月宫的小宫女来请我，我不得不拍了拍手上的点心渣子。李乐柔在我的支持下，裴爵的理解下，参悟了人间大道。她说，若儿姐姐，我终于悟了，要怎么算这些不规则图形的面积，我给你讲讲。系统声音颤抖地说，够了，你怎么让他把微积分都学会了？我捂着头开始大喊，本宫的头好痛啊，这种好东西，乐柔你快点整合成书，我要把它送进太学院，让它变成必修课。系统猛地尖叫，你是真毒妇。没错，当今大商的太学院可谓是多面发展，奇迹再现。学子们不仅要学传统的四书五经，学各种典籍策论，他们还要学基础数理化，还有多国外邦语言，根据难度等级分有各种考试。想要从太学院入科举的人，考不过一门外语4级可是不能毕业的哦。最让他们闻之色变的，还属那新生入学后的3000米越野。
一个39岁的太学学生，原本大腹便便，为了不再被太学府的催补考，硬是努力了1年，练出了腱子肉，跑得飞快，从此身体康健，人生美满。第2年就解决了自己的难言之隐，成功娶妻。而且在我和裴爵的条条大路通仕途的计划下，大商全民上下沉迷学习，有没有天赋先学学，学完了再练练特长，万一再当上官了，那这辈子就稳定了。民间随处可见被亲妈拎着扫把追着削的孩子，一边哭一边喊10个单词错9个，你血狗肚子里了。痛苦吗？痛苦极了，但是确实激发了不少人的潜力，朝中人才济济。裴爵半夜睡觉都在傻乐，而后宫上下一片祥和。众嫔妃早上学数学，回去写周报，晚上听我进行思想教育，偶尔还要集体锻炼身体。因为我给姐妹们谋求福利，半年一体检，凤宁宫里排队上称。白昭仪啊，少吃点吧，你比去年又重了4斤啊。我看着体检单子语重心长，白昭仪不争气的眼泪伴随着痛苦一起流淌而下。而8年前李乐柔生下了大皇子，从此后宫最幸福的那个女人她疯了。安，这是3个苹果，母妃再放2个，现在是几个苹果啊？大皇子颤抖着伸出小手，1、2、3、4、5， 4个苹果。啊啊啊！臣妾不活了，臣妾不活了！李乐柔尖叫着扑到我怀里，泪如雨下。系统，李乐柔的痛苦指数已经达到了人生的高峰，你赚大发了。我看着李乐柔这梨花带雨的样子，着实是忍不了了，拎起大皇子就出了揽月宫。今日正是裴爵的墓休，他难得从成堆的奏折里抬起头，看着气势汹汹的我和哭哭啼啼的大皇子。我说过，丧偶是育儿不可取，你是皇帝，你是天下的表率，你得做好榜样，今日儿的数学作业就交给陛下了。我把大皇子连带着李乐柔塞给我的小册子全丢给了裴爵，在裴爵发出7尺男的悲鸣前，我风风火火地跑走了，去找几个文笔好的，把圣上亲自教辅大皇子学业的事情给我大肆宣传，让他成为大商男儿表率。拽过身边的大宫女，我塞他腰牌命他出宫办事儿。不过半盏茶功夫，系统就在我脑子里尖叫，裴爵痛苦的要晕过去了。3个月后，大商不少子民效仿当今圣上，亲自教辅子孙学业。听说了吗？镇远侯和他夫人昨晚上教导他们家那对兄妹。侯爷气得一拳捶在桌上，断了根手指。侯夫人因为火气太大，肿了嗓子，现在还没说出话来呢。我看着凉亭里的众嫔妃正在交流闲话，满意的喝了口茶水。系统，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迫害大商忠臣良将及其子嗣。我做毒妇的第11年，因为大商全民健身，早已经不再是重文轻武，而是讲究文武双全。虎视眈眈大商2年的周越国，交战1年，被打得滚回了老家，只能弹劾。陛下，这木炭硫磺好得，但消食难寻啊，唯有让着民间茅厕都充公，才能确保军中火库充足。裴爵听着自己手下几人才在为茅厕的归属争论，求救一般的看向了珠帘后的我。因为嫉妒我在后宫养老，这混蛋东西把我给调到前面，跟着垂帘听政。我两眼一闭，假装睡着了。周越国的使臣入京来访，走访京城脚下，发现连路边的娃娃都能说2句周越话的。你好，再见吃了吗？周越国使为展示自己博学，用他国周边的楚云国话相互交流。大商自诩强盛，却还要学我周越民语，看来是知晓我国底蕴深厚。负责接待这群讲和使臣的小官盯着双死鱼眼，冷漠地用楚云国话说：我大商随便抓条狗都得会说不少于4国的外语。周越使臣皆瞪大了眼睛。小官冷笑：而且你楚云国话发音都不对，在大商你连4级都考不过，考不过4级还想做外交使臣？皇城最大酒楼的甲级店小二你都当不了。正坐在凤宁宫里安抚育儿崩溃的李乐柔，忽然听到了叮的一声。恭喜宿主，痛苦值来源范围扩大，周越使臣正在痛苦，并打算学习大商，让周越国民也一起痛苦。恭喜宿主收集痛苦值超过历史新高，获得称号千古第1毒妇。我拍着李乐柔后背的手顿了顿，嘿嘿一笑。李乐柔，姐姐在笑什么？我笑我有毒。全文完，
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